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新的技术啊，叫 Redux VR。那么 Redux 这个模型的话呢，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一般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保持人物的一致性的，包括我们最早的 Redux 到后来的上下文的 LoRa， 再到后边的 ACE， 甚至到后边的 VACE 啊，基本上是沿用了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但是呢，我今天告诉你的这个跟别的大 V 讲的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别的大 V 来讲呢，它可能会大概告诉你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有一个原图，用新版的 Redux 把这个图片呢达到一个非常相似的水平，包括它的人物的姿势啊、衣服，甚至一些细节都是比较相似的。但是今天如果你要用我告诉你这个技巧呢，不单单是能达到这个效果，你看这个人物长得还是很难看的，对吧？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用了一个专有模型，不能加 LoRa 啊。那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出来的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撩人？今天呢，我可以非常自信的说，这绝对是一个全球首发的方式啊，告诉你怎么让这个技术更加好的应用在你的图片生成当中。好，下边呢，我们就给大家逐一来剖析一下。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几个工作流，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我们先不讲技术本身，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效果。那我们现在这儿有一张图片，那如果我想复现它的话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 Flux Tools 里边的叫 Apply Style Model。那这个呢，我一般把它叫做 Redux。这个东西呢，需要将我们的原始条件作为一个输入，然后再输出一个新的条件。另外的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叫 Style Model。有点像 IP Adapter 里边的那个模型，主要是保证将这个风格呢给它迁移到我们新的这个图像当中来。另外的话呢，我们这儿需要有一个 Clip Vision， 那所以说呢，这儿我们有一个 Clip Vision 的编码器，这儿需要加载一个视觉模型，然后把这个参考图片传过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路子。那我们传统的编码器呢，是由谷歌提供的一个384的这样一个视觉编码器，然后这个呢是由 Flux官方开发的一个叫 Redux 的模型，我们把它叫做风格模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成的效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个基本的一致性，对吧？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那这是参考图，这生成的图片，你会发现啊，在衣服的一些细节啊什么的是可以保证的，但是呢，它本身呢也会有一些问题，对吧？这是这个啊，那你看下边这个，那这个保持的呢就非常好，比方说在姿势、整个的外形、衣服以及这种细节的表现上，好像都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呢，有一些偏色啊，比方说衣服的颜色会有一些变化，对吧？那我们看一下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你注意啊，在这儿的话呢，我们首先呢需要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并不是传统的 Flux 模型，这个模型叫做 Flux.1 然后杠阿尔法。那么这个呢是由我们这个作者自费研发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的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模型下载下来。它的大小呢，由于现在没有量化版所以说呢是 21.7 个 G， 所以说呢你本地加载呢可能还是有些难度的。另外大家注意这个模型是一个什么模型呢？是一个 checkpoint 模型，而不是一个 diffusion 模型，也就是说它本身呢是集成了 VE 和这个编码器的，有 text encoder 和 VE 所以说呢它加载的方式这样去加载的 load checkpoint， 然后我们把这三个组件呢都给它拿过来。那我们以前传统的 SD15 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那这是主模型这个基础的工作流呢其实就是个 Flux 的纹身图的工作流，没有什么特殊的。上面这个是按照传统的这个 Redux 技术来做的，看一下384的这个，然后官方的 Style Model然后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那下边这个就走了另一条线，你注意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编码器呢有一些变化，这个编码器呢现在是512的，而这个是多少的呀？这个是384的。那由于呢这个官方已经可以支持加载512的这个视觉编码器了，所以说呢我们直接把它加载进来就可以了。这儿也有一定的变化，这个视觉模型呢也不是什么呀官方的视觉模型，这个呢也是由它开发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叫做 Flux1 阿尔法杠 Redux。那通过这个名字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 Redux 呢是专门为它开发的，也就是他们俩是一对儿。就这个模型用这个 Redux， 大家可以点开 Files and Version 然后下载这个模型。另外的话你要注意就是它这儿也提供了这个512的这个视觉编码器的这个链接，
从这儿也可以下载下来。这个其实本身就是谷歌的这个编码器啊，当然呢，你要是下载原版，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原版的话呢太大。这是谷歌提供的啊，你看一下，它这个呢是将近 4.55 个 G。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格式的这种编码器的，相对的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哪儿呢？大家可以点开它模型的列表啊，这个里边也有这个 Advanced Vision 这个对应的这样一个模型。然后你点开它之后，你注意啊，这个 Support Model 这儿啊，这个是原版的，就是我们说 4. 点几个 G 这个啊。然后这个呢是什么呀？是新的啊。那你在这儿也能找到 Cliff Vision， 大家注意啊，这个呢大概只有800多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下载这个。那我回到这个工作流啊，那你会发现，那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了，是吧？哎，姿势上的一致性啊，然后人物的一致性啊，这个都保持的还是非常棒的。包括你看整个沙发的这个形态啊，那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第2版的 Redux。但是呢，讲到这儿，大家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说这个路子太窄了啊。为什么这么讲？你去想啊，我如果用你这个技术啊，我得用一个你专有的模型，然后呢，我还得用你一个专有的 Redux， 然后呢，我还得用一个512的编码器啊。当然后边这个没有问题，关键就是模型这儿，这种模型啊，它作为自己微调的这个，如果我现在给它加上一个 LoRa， 那会怎么样？这个可能谁也不知道啊，因为它必定是自己微调的这个模型。我们都知道啊，凡是通过蒸馏板，而且它这个本身就是通过蒸馏板，通过 Schnell， 所以说呢是可以商用的。那通过 Schnell 微调的这个版本，我们都知道啊，在 Flux 的适配上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看似好像非常的棒啊，但是呢，它实用性呢其实是比较差的啊。那有人说，那这个它不能用在 Flux Dev 上吗？这个是可以的啊。那它这也提到了，我们点开它这个适配器里边，它这提到了啊，看一下，说这个东西也能在 Flux Dev 上运行啊，但是呢，它这个效果就稍微有一些问题了。我们给大家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 Flux 的工作流，其实都一样啊，只是这个变成了 Flux 的这个模型和 Flux 的这个视觉编码器和 Flux 的唯一。下边呢，我们把它呀稍微的变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我把这儿给它禁掉 bypass 掉，或者我把这儿直接断掉得了啊，就这样。因为我这是个改进的用法，我们就先看这个啊，这个上下都一样，我们是用的传统的 Redux， 没有任何区别。下边呢，我们同样改了啊，大家注意，我们用到了它给到的512的这种视觉编码器，用到了它给到的这个适配器，然后其他的都一样。然后这个种子也是公用的啊。现在我们跑一遍，你看一下这俩有什么区别。上面这个采样完了啊，我们先看上面这个。对啊，上面是一个传统的 Redux， 所以说出现这个效果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对吧？它基本的形态是差不多的，而且呢，它比刚才用那个 Flux Alpha 那个模型要好很多，因为它必定是原生的。然后呢，我们等下边这个，你看下边这个，下边这个呢，这不好界定。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注意啊，它姿势是完全复制过来了，主要的这种形态也是有的，但是细节上就有些问题，包括这个裙子的材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说这个东西虽然适用于谁啊，适用于 Flux， 但是他建议你要用它微调的那个 Flux Alpha 那个模型，我觉得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提出来了，那肯定有解决的方法啊。下边我告诉你一个神操作，你可以这样做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它其实是没有到位，还差那么点意思？所以说你怎么做？你这样做啊。注意我把这个放开，但这下边还有一套啊，跟它一模一样啊。其实这个都可以公用，是吧？我们这样啊，我们把这个都删了啊。我把它 Ctrl C Ctrl Shift V 一下啊。我把这个连到这儿来。就我串一下，我把这个再连到 positive 啊，就正向的这个条件上，这个都是 1.0， 你注意啊。现在呢，我再来一遍，你看一下效果。这个采样完了，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70-80%的相似性。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相似度是不是就很高了？有人说不是完全一样啊，的确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你跟它的这个Flux 模型去比，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可能在细节上有一些差别，但是我们在 Flux 上的确也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对吧？也是不错的，而且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的啊，它是可以什么加 Laura 是吧？这个不会有冲突。这是我们说的在 Flux 上。我们再延伸一下，在 Nokako 也就是双节棍上这个模型是不是也能这样去做呢？其实也是可以的啊。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类似的操作，这个其实是我之前做好的啊。那我们现在呢把它也删掉吧，把这些都删掉啊，然后我们重新的给它连一下。下边呢我们重新跑一遍，看这个 Nokako 双节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一样？这个也完了，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效果好像更好一些？那么这个细节呢也能完全的呈现出来，姿势呢也一样。那现在去对比它的这个专用调教的这个效果的话呢，其实呢也能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对吧？那同样的这个也是可以支持这个什么呀？支持这个 Flux 这种生态的，它本身可以通过这个 Nokako Flux Laura 的 loader 可以加载这个什么？加载这个模型。我们看一个小红书的，比方我们还是这个甜美女生，然后我们连上它，然后我们把这个 model 呢给它拿过来放到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跑一遍你看一下加上 Laura 之后它的效果，这是传统的 Redux， 这个脸还是非常漂亮的，是吧？我们再来看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也非常的漂亮，对吧？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呢，可以将这个新版的 Redux 让它脱离开对于这个它原生模型的这种束缚，让它用在我们的这个原版的 Flux 以及我们的 Nokako 这样的模型上面。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得不断的试我当时想的方法呢其实有很多比方说我最早是使用的时候是把这儿调成 2.0， 调成 2.0 是不行的。你比方你去运行的话，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你看一下这个效果，它跟串联起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靠叫什么呢？叫一瞬间的灵感，是吧？我甚至还采用过什么，就是先用384再用512这种方式，但是呢效果也不太好，但是比专用512那个要好后来我无意当中发现，如果用2次512，而且是这种形式，那么得到的效果和原版的那个是差不多的。而且呢我在加了 Laura 之后，你会发现生成的人物呢会更加的漂亮，细节呢也会更加的丰富。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回头我会把这个工作流呢也放到我们的 Running Hub 上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